真没想到，震惊全美的9岁女孩绑架案就发生在达克住家附近。达克的这个小频道最初的设想是聊一些有关美国商业历史的故事，可时不时发生在周边的事情让达克忍不住把话题扯远一点。这个视频话题好像又远了一点，可是发生的地方离达克太近了。10几分钟的视频做起来也需要几天时间，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聊一聊这个话题。10月1日，周日，秋高气爽，天气非常好。早晨9点47分，达克正在一个园圃拍一辆老爷车上的大南瓜。手机突然响起刺耳的叫声，收到的信息是安珀警报，这是头次收到这样的警报。以往收到的基本是糟糕天气和洪水的预警，那天是大晴天，跟天气肯定没有关系。进入消息提供的链接，看到是一个小女孩走失的报警，链接中有个小女孩的照片，和这个年岁的众多孩子一样天真可爱。说实话，如果把这孩子放在几个同龄人中，光从他们的打扮和笑容来看，达克都未必能认出来。下午回到家，孩子和孩子妈开始谈论他们手机也收到警报，而且走失的地方是离我家最近的州立公园，距离和去最近的沃尔玛也差不多。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家长太大意了，事后才知道，我们聊天时有400多人在公园地毯式的搜寻孩子，还动用了无人机和警犬。因为公园里有湖，搜寻人员开动了船只和准备用蛙人到水里搜寻。失踪的小孩9岁，名叫夏洛特·塞纳，小学4年级学生。9月30日周六，夏洛特全家来到莫洛湖州立公园宿营过周末。这时候正是纽约上周最美季节的开始。这是达克找到的我家过去在这个公园徒步露营的视频。公园有供房车和帐篷露营的营地，因为没有接水电，只提供场地，所以价格很便宜，人们都喜欢去。夏洛特家离公园也不是很远。周六下午6点1刻左右，小夏洛特和朋友骑车玩耍后，告诉父母自己再单独骑一圈。这是上个月达克在另一个州立公园露营时拍摄的，几乎应该是一样的场景。6点半左右，孩子的父母开始找孩子。6点45时，父母只看见了小夏洛特的自行车，不见人，他们立刻就打了911，报警孩子失踪。此时是6点47分，警察在7点到达现场，开始寻找。事后接受采访的警方说，警方最初开始对公园的人进行询问，看是否有人看见孩子。接着警方关闭了公园，在附近的小路设置了检查站，询问过往司机并检查可疑车辆。夏洛特的家人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向亲戚朋友发布了孩子失踪的消息，寻求所有无论大小的线索。因为公园离夏洛特家也就20分钟的车程，很多亲戚和朋友赶到公园参加搜寻。周六晚上，孩子的父母应该整夜心急如焚地在林子里喊着夏洛特的名字寻找女儿。公园以一个小湖为主，周边的面积不大，但是和附近的山区是连着的，有好几条徒步的小路，也没有围墙。周围的居民住家不多，每家的间隔距离很大，寻找的难度确实不小。周日，更多的人参与了搜救，因为公园离纽约州府奥本林很近，州长凯西·霍楚尔女士也赶到公园，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动员警力和民众尽早找到孩子。联邦机构还对公园上空实行了临时禁飞令，保证空中搜寻的安全。周日上午9点35分，纽约州警察部门发出了安珀警报。安珀警报是美国失踪人口紧急回应的英文字母缩写，也恰好是纪念一位失踪孩子的名字。
它是多政府机构针对儿童失踪和绑架，向媒体和大众快速、大范围传播信息和寻求帮助的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普遍采用。安珀警报系统的建立正是由一起儿童绑架案促成的。1996年1月13日，美国德州阿灵顿的9岁小女孩安珀·海格曼在祖母家附近骑自行车，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绑架。当时有人目击了绑架过程，及时报警，可惜还是没有追到绑匪，找到孩子。4天后，有人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事后，人们认识到小孩失踪信息迅速扩散的重要性。经过媒体和保护儿童机构的努力，1998年，美国儿童报警基金会在德州建成了第一个自动报警的通知系统。当有孩子失踪或绑架时，周围的居民会收到通知，通知会通过传真机、电子邮件和手机传播，同时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媒体也会收到通知，及时中断节目，播出警报信息。系统运转不久就显示出了效果。德州一名2个月的婴儿在家中被保姆绑架，警方通过安珀系统发出警报。90分钟后，有人就在保姆丢弃的汽车里找到了失踪的孩子。安珀的威力让那个保姆放弃了绑架的打算。纽约州2002年借鉴德州的经验，正式开启了安珀系统。系统由州警察部门牵头，包括媒体、交通等机构，目的是立刻让公众，特别是开车的人参与寻找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的行动。整个纽约州被分成12个地区，在确定可能发生绑架案的情况下，州警察部门会发布警报，警报会显示在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地区用户手机、电子邮件、公路指示屏、各个彩票店的终端机、高速服务区显示屏、纽约市出租车公司通讯系统上。如果在美加边境附近，还会通知加拿大的边防和海关。此外，联邦调查局也会接到报告。这次的警报在夏洛特父母报警15个小时后发出，有人认为发布很滞后。警方的解释是，因为预警的射击面很广，所以发布警报非常慎重，还要避免过于频繁，成了狼来了的游戏，让公众变得冷落。按规定，激活安珀警报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一是失踪的被绑人员年龄在18周岁以下；二是失踪儿童面临严重的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危险。警方解释说，判断是否发布警报的根据，首先看是否有目击者，其次采用排除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因此，警方在公园询问了能找到的每一个人，还联系夏洛特亲戚朋友，确定没有孩子的消息，在排除孩子可能出没的地方后，才启动安珀警报。一起安珀警报的成本很高昂。2018年9月，佛罗里达一位妇女情绪失控，失手将2岁的孩子摔死。为了逃避法律，精心编造了孩子被绑架的事实。结果，当地警方仅公职人员就出动了近200人，在87小时中找遍市里每个角落，包括池塘和垃圾桶。有人估算，仅人员工资就大概20到30万美元，如果加上設備和加班费，估计要到50万美元。因此，安珀警报发布的几率很小。2021年，全美共发布了254次安珀警报。同年，在各地儿童报失的报告有33万7千起，也就是说，少于1/1000的失踪报告会启动安珀警报。最近最知名的安珀警报是在好莱坞巨星强尼戴普和前妻离婚案的法庭上。当时电视现场转播，律师正在慷慨陈词，突然每个人的手机都传出警报声，听众和律师都有点困惑。Ugly and sad. Oh, how I love it. There appears to be an Amber Alert, but I think we're okay. 当天，安珀警报也上了热搜。截止2023年1月，通过安珀警报系统，一共找回了1127名儿童。一项对2006年至2014年全美1761起安珀警报的分析，得出下面一些信息。
造成孩子失踪很多时候是父母争夺监护权所致，68%与父母有关，其他情况是家族成员、亲戚参与，真正陌生人绑架案不到1/1000。失踪年龄最多的是不到1岁的孩子，占13.5%。地区看，发布警报最多的是德州，但如果按每10万人的比例计算，最高的是蒙大拿州，其次是密歇根州，纽约州排在后面的第46位。绑架者67%是男性，失踪或者绑架地点77.5%是在家里，其次7%是在街上。从发布警报到孩子和家人团聚，32%是在1到3小时内，19%在4到6小时，大于48小时的比例为5.6%。失踪绑架的原因63%与家庭纠纷有关，20%是因为偷车，而小孩在汽车上。索要赎金的占5%。最终结果看，67%的报警以父母后来找到孩子结束，17%由安破警报直接协助下找到孩子，6%的情况没有找到孩子，5%是谎报失踪，仍然激活的有效安破警报占1.5%。做视频时看到目前全美仍然激活的警报只有一个，在俄亥俄州。电影《真实的谎言》中的这个场面出现在绑架小夏洛特48小时后的绑匪藏身处。周一凌晨4点多，47岁的嫌疑犯小克罗格·罗斯将一张字条放到夏洛特家中的信箱中，当时家里没人，都还在公园搜寻孩子。字条的具体内容警方还没有透露，大致是要交钱赎人。罗斯的地址登记和夏洛特的家距离不到2英里，他是早就知道夏洛特家并且有预谋，还是临时起意，事后让孩子说出地址。做视频时还没有消息透露，当字条被发现后，警方和 FBI 立刻开始鉴定，并提取出罗斯的一枚指纹。调查人员将指纹录入数据库，匹配到1999年罗斯因酒驾被捕的指纹记录。周一下午6点半，2架直升机搭载SWAT特警队空降到嫌疑人旅行家中，在屋里遇到稍微抵抗，逮捕了罗斯，在院子的一辆房车中找到了小夏洛特。此时离遭绑架正好48小时，在州长随后的记者会上，州长通报了孩子身体没有受到伤害，情绪稳定。作为预防措施，孩子还是被送到医院检查。消息传来后，夏洛特的家人在社交媒体留言，感谢上帝和联邦调查局、纽约州警察、所有机构、朋友、家人、志愿者、社区成员，你们不知疲倦的工作，把夏洛特带回家，上帝太好了。这是找到夏洛特2天以后，达克开车来到事发公园的门口，公园还是关闭，警察仍在坚守，达克也借此对他们说声谢谢。达克编完视频，正好看见《纽约邮报》一篇文章，是《纽约邮报》，不是《纽约时报》。这篇追踪报道讲为什么罗斯会追踪绑架夏洛特，因为多年前夏洛特的爷爷和小镇有一次法律纠纷，小镇的一个棚子倒了，他爷爷受到意外伤害，所以他赔了他爷爷220万美元。因为镇子不大，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根据罗斯的前女朋友讲，罗斯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所要的赎金是5万美元，这5万美元足够他生活4到5年了。所以根据他女朋友的分析，罗斯是蓄意的跟踪和绑架了夏洛特。